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2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终于出现破位阴线，并且还出现了升级扭转信号。左侧激进的同学可以开始越跌越买，但右侧交易的朋友一定要再等等。APP 逆势止跌出现买入模型，而特斯拉稳定走熊，这次下跌再次打开空间。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目前的指数方向究竟如何去分辨？那么市场的左侧信号是什么？那么右侧的同学又应该怎么操作？我们在第一部分会进行一个详细讲解，而在第二和第三我们对于个股会进行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甲骨文、MSTI、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Meta、OKO、PO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阿哲依旧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大家。您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的目录所包含的内容有点多，所以视频呢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也特意设置了一个时间轴，您对应去点击时间轴，可以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了。那对于市场的一个整体环境我们当下如果走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经不怀疑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了。虽然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就讲过，目前是一个下跌趋势，甚至呢在高位也多次提醒要逃顶，以及呢每次下跌的一个止跌上涨都说的是一个反弹为主。那么近期的这个下跌呢，也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讲的，它出现了破位。但目前的市场虽然阿哲说有左侧抄底机会但其实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哪怕后续能够涨，目前阿哲对美股市场的后市是悲观的。这个悲观呢是产生于市场的中长线的一个走势了。就开始这一波走势呢，刚开始以为是短期调整，后续发现演变成中短期调整，而目前呢已经开始往中长线的趋势开始去破坏了。前期我们说过，前面这个低点一旦破位，市场容易产生机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来破这个低点，标普和纳指应该产生背离，但昨天的再来一根大阴线，把这个背离给修复了。我们在会员的视频当中，其实也提过很多次背离的一个注意事项，以及呢在之前公开的视频当中，其实也讲过背离的一些原则。当市场出现了两指数产生一个下跌不创新低，一个下跌创新低，这种叫背离我们曾经也是用顶背离去逃过了前期的这种高点。那么会员视频我们在1个月前和2周前曾经用底背离是不是把握过一些抄底的机会？但在3月4号呢，阿哲是讲过底背离是被修复了。那么底背离一旦被修复，那么市场的下跌空间就会打开。而3月4号是当时这个震荡的周期当中出现了一些下影线，把底背离修复了所以市场呢产生了现在的下跌空间的打开。好，那么在昨天的会员视频当中，阿哲又发了一个美股又出现底背离了是不是这个标题跟我们1个月前是一样的所以底背离呢代表机会容易产生，那是否能够见底呢它这个背离不能修复，而现在我们昨天这根阴线把背离修复了，意味着市场可能后续也会像曾经的这个地方一样产生一些反弹，但是背离修复之后，下次的反弹它为的是更大的一个下跌空间。而当前底下支撑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前期的这一个双升缺口、倒行缺口当中如果对于这个支持点呢，您是不太认识，或者说之前错过一些内容的，可以看一下我们本周周一的公开直播课里面呢，我们是讲过这个为什么市场每次上涨后的下跌，特别是中期以上的下跌，它会去回补这个倒行缺口这个呢是我们当时在课上做过一些历史行情的回测的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学一学。当这个缺口被回补时，市场将会有一个重要支撑和重要的反弹产生。如果本次的下跌到这个地方左侧它出现了信号，但如果不能在下周如此止跌，而是顺势往下再次惯性的回补这个缺口那么低点在这附近将是左侧加大仓位的一个机会。当然右侧呢，我们等等会说一下右侧的一些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升级扭转的信号。当前你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曾经我们多次讲过神奇扭转这个指标，那么它呢是一个公开指标，就是你每个软件您打一个神奇扭转，它就会跳出这种1到9根 K 线，
它也算是我们这些年来比较火的一个指标吧。好，它也是一个左侧指标。曾经呢，我们是用这个指标多次的逃过一些高点。那么下跌的时候产生的九转是很少见的，在这些年来。那么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下跌很汹涌的时候才会产生的一个信号，也是呢左侧空方容易衰竭的一个信号。神奇九转这个指标的形成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就只要市场出现了连续的9根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价格呢，每天的收盘价比它4天前那根 K 线的收盘价是低的，就这种动作连续出现9次，要连续保持。这个条件是有点严格特别是对美股这种强势上涨的一个行情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很少出现我们在近些年来也就出现这一次。好，所以当下呢就是一个强势的下跌，而后出现的空方衰竭点。它的使用技巧跟我们前期上涨时出现的多方衰竭点是一样的。当产生的时候，在左侧上就进入到了一个风险或者说机会的区域。如果是上涨出现九转，一般代表这种左侧是一个风险区域。而左侧风险期就是涨的时候呢，你已经到9的时候可以去卖股票了，就左侧的同学就直接去卖就行了。如果右侧呢，可以等待一根明确的下跌阴线，我们再去卖。而像下跌时也是一样的，下跌时就说明左侧到现在九转了你可以开始买股票了。像昨天收盘，你确定它是九转，尾盘就可以开始找股票去买了。而后呢，市场只要下跌不破关键的支撑位，那么这个区间内都可以去下跌加仓的一个方式，这种叫左侧。相对呢是抄底想要去下跌买进分仓去布局的一种同学可以去做到的，有点类似于价值投资在某些价值洼地中去做的一些手法，不过相对比较激进阿哲一般建议呢，左侧的仓位最好不要超过40%就是你整体本次做反弹的一个交易的仓位你先规划一下有多少，那么那一部分仓位呢，你再从其中拿40%，可能做左侧会更好一点。而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左侧来到衰竭点，那么我们的一个区间在哪呢？左侧的区间可以用前面这个缺口，它如果收一根阴线直接把它跌穿，那么这个左侧就不要做了哪怕你这个4成仓位开始，可能我1成、2成、3成是吧？越跌越买这种去买法。如果你发现你在还没买完4成之前，它的收盘价已经跌破前面这个缺口的下沿了，那么你就不要再去抄底了，把之前的可能就要止损卖掉了。这种方式呢，就是在一个相对可能的空方衰竭点和重要支撑附近所产生的这种机会时，我用左侧去把握，想要买在尽可能一个好的盈亏比点上去做的一种仓位的设置。而对于右侧的思考方式，就是我不用买到最低我更想要安全买进。那么这种方案呢，我们在第3部分等会会去讲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九转的问题，当下是处于一个空方衰竭点但是呢，后续如果有反弹也只是作为一次超跌反弹而已。只是呢，因为目前下跌的力度比较强，之前基本上都是单边下跌它的反弹基本都是小级别反弹。如果这个地方九转出现反弹，它就容易产生什么？相对的中期相对应之前这波下跌的反弹，就哪怕它的反弹只是50%以下，甚至是0.382这个反弹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逃生的机会，或者说挽回之前亏损的一个机会。所以这种点位呢，做不做看个人左侧做不做呢，也看你的风格。那么这里阿哲最后要提醒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图板就是纳指的一个日线图我们现在直接用软件来看图板当中呢，阿哲就把九转指标给调出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上升的九转，就是上涨时出现1到9呢，你会发现是很常见的在牛市的一个市场当中，因为它涨9根比4天前高，其实只要当边一波波段就容易产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上涨的9这种下降箭头都是上涨的9涨完之后它可能就调一下就继续涨1到9调一下再涨到9而后可能多次之后才见到一个比较大的高点。那么你会发现，只要是牛市行情，它就容易出现上涨的9。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手中的股票经常出现1到9的上涨的这种神奇九转，那其实你是要开心的，不用担心做多的同学看到这种9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证明这个股票它的股性本身就很强，而后多方力量也很强，它才会经常出现1到9的上升九转。而如果你的股票经常发现是1到9的下跌九转，经常有空方衰竭，说明什么呢？说明动不动就有一个空方很强势的时候，它只有先强势才会衰竭。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美股市场下跌九转只出现过2次在纳指，就最近是1次之前这一波下跌是1次，这就说明本身空方强势的一个动作是很少见的，因为九转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多方或者说强势的空方，而后才会进入到衰竭。如果一个空方它都无法
出现强势的一个行情，那么必然无法见到九转的衰竭点啊。所以每次出现九转时，你就要意味到一点，就是空方目前是远超平时的强势，而这种强势要么就衰竭之后确实见到中期调整低点，底部行情就到了，要么就是这一个下跌只是刚刚开始。像曾经的这一波下跌九转啊，它呢就是一波中期底部的产生。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九转后它是中期底部呢？还是说它是一个熊市的开端，它仅仅只是一次开始，后面还有很大的跌幅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关注九转产生时，一般呢它会有一个压力线在这里出现。这个压力线啊，要么是1号 K 线，要么是1号 K 线的昨天啊。这个压力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是对于整个结构的确认性。如果后续的市场反弹，它连这个压力线不过，而再往下破，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空方明确的一个序列，后续还有足够的下跌空间。曾经的这一波调整就是如此，市场呢出现了一波空方的下跌，这是纳斯达克指数23年8月份的行情这一波中期的调整，是啊，市场出现了一波九转下跌，空方变强。好，我知道结构线在这个地方，价格反弹无法见结构线，又出现一个上涨九转，好，市场往下是不是后续依旧有下跌？只要九转出现反弹无法过结构线、结构压力，那么就说明还处于熊市的一个氛围范畴。而只有市场出现再次的九转，而后这一波上涨是不是把九转的结构压力给突破了？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开始不一样了，它有机会是一个真正的底部。好，所以目前呢，我们来看到当下的九转，9号 K 线产生了，而后结构线出现了。结构线是谁呢？结构线是这个3月10号的高点。它的价格是22,906.72，所以这个价格将是目前熊市的结构线。市场只要后续的反弹不过结构线，那么任何的一个反弹都只是反弹，它就意味着这是一波下跌的一笔，后续反弹不过结构线，往下还有大空间，这一波调整远远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这个九转出现不要开心啊，它呢只是一种后市更大风险的一个信号，除非能有一波强烈反弹过左边结构线，才有机会把这个低点变成真正的可靠的大的低点。好，所以呢，阿哲的观点应该很明确了，就是这附近我们可以去做左侧的抄底博反弹，而后但是未来阿哲还是悲观的，除非能够有一次反弹把这个结构线给突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要讲到一些日内的预测啊，日内的时间变盘点，它呢可能更加偏向短线的。等一下我们右侧的日线操作，我们在第三部分再给它去讲一讲。当前我们所看的是日内的一个变盘点，日内变盘点呢它是阿哲一项相对比较特殊的技术吧，是阿哲做日内的时候，或者说做一些买卖点的时候会去参考的一个方面啊。比如说阿哲如果判定了一个地方是一个低点，或者说有机会是底部的话，阿哲一般会用这个日内变盘点去看一下，只有在分时当中出现了，或者15分钟图表当中出现了一个低点变盘，出现机会，可能才会去买入股票。亦或者在某个高点产生的时候，为了去优化我的卖点，尽可能卖到高点啊，我会找日内15分钟高点变盘去卖出股票。好，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辅助工具啊，以及呢作为日内的同学可以作为主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好，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15分钟图表，在图表当中所标记的时间，就是阿哲呢在之前每天盘前给大家去提前写出来的，盘中可能出现高低点的一些时间变盘窗口。阿哲呢是每天盘前都会去写这个盘前广播啊，当然得要是美股开盘前啊，周末阿哲是不写的。像我们看到左侧3月19号和3月20号，阿哲呢是这2天给了5个变盘点，就是图中白色方框的地方。像3月19号的第一个变盘点11点是一波反弹啊，高点附近，而后2点呢是一波下跌低点附近。那么在3月20号的盘前呢9点45分，9点的45分啊，也就是阿哲这边香港时间，换成美东时间呢就是早盘的第一个15分 K 线啊，9点45分。好，那么这根 K 线呢，它又不是高点，又不是低点，这种情况一旦产生，大家注意了，它要么说明多方很强，要么就说明空方很强。在下跌途中一般遇到的变盘点是吧，它就容易是低点；上涨途中遇到变盘点，它容易是高点。而如果你发现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出现变盘点，而后它没有底分型，没有见低点，还继续下跌的话，而且是大跌的话，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点位它本来应该是个高点，但是呢它是提前出现了，提前很长时间出现，所以这一个变盘点就属于高点，它提前了，高点提前说明走到高点的时间缩短，那么下跌时间将会变长。那么一般高点提前就说明市场的空方很强，多方很弱。
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下跌，遇到的变盘点不是低点，反而继续加速下跌的，一般意味市场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市场。所以当前市场呢，通过日内的变盘也可以看出，短线还是属于相对较弱的，所以右侧必然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等什么呢？最好等待一个变盘时间窗口的表现是低点变盘在上一个高点变盘的价格之上，这会更好一点。目前就是低点变盘，它一直呢是在往下移，它没有出现某一个高点变盘啊，真的是在前面的高点或者说低点之上的，它永远出现的是变盘的点位是在下移的啊，包括2点、11点是吧？这些都是在一直下移的，它没有出现一个变盘点是往上去运行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到下周周一的第一个变盘点啊，是阿哲这边啊的10点半，也是美东时间啊它的早盘10点半啊，那么到那一根 K 线时，我们去关注，因为目前它是属于一个下跌的过程，如果到时候是下跌的啊，那么那个地方只要出现底分型，就说明10点半啊周一就是一个变盘低点。而如果能够出现日内的一些信号啊，比如说后续确实高点抬高是吧，低点抬高，那么那将是一个日内可以开始去左侧继续加一部分仓位的一个地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关于神奇周转左侧的一个策略，还有第二部分啊，关于我们的日内变盘点的一个强弱识别和下周的第一个变盘点。那么有关所有的周一的变盘点和每周每天的一个日内变盘，阿哲呢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啊，下周呢依旧啊每天盘前会去写。只要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或者说订阅粉丝同学啊，应该都能够看得到啊我们的这一个盘前广播。当然首先啊，您必须至少是订阅粉丝同学才行。那么听到这里，希望我们的老同学依旧为阿哲视频可以点一个赞，点一个小红心，依旧啊支持阿哲的创作。如果您的时间啊相对是有空的，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说建议，感谢啊您依旧持续的一个支持。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除了希望大家点赞评论之外啊，也同时如果您学习有收获，感觉阿哲呢能够帮助到您，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观看视频之后啊，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啊，您可以发现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啊。如果您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以后阿哲的每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我会在更新之后啊，由系统自动通知到各位啊。您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那么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就是对于阿哲的一个频道的一个支持。而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我们对于新同学一般呢会有一个欢迎仪式，阿哲会赠送大家4重粉丝订阅专享的一个福利。其中第1重福利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盘前广播当中会有每天的变盘时间窗口，以及呢一些个股，还有一些关键的空间点位也会进行揭露。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刚点击订阅的同学，还没有领取这个福利的，都可以在目前视频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可以点击之后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啊，跟他说一下您是今天的新同学，刚点了订阅啊，需要呢这4重福利，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来到3大指数的一个环境观察，目前所看的都是日线图表。日线图表当中呢，我们会发现3大指数都处于一种下跌趋势状态当中。当然呢，阿哲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示的。我们的粉丝订阅的第2重福利是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模板。你会发现它在图表当中有一个黄色飘带啊，这个呢叫做彩虹带。如果飘带呢是一个黄色的，就说明市场是一个中短期的空方趋势。我们当时认为市场处于中短线的空方啊，就是用这个飘带去及时的发现市场趋势的转变，所以它已经很长时间3大指数都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市场呢它是共振的一个下跌，它不是单一指数走弱，是吧？它是3大指数全都走弱，而且是很长时间走弱了。最近的这种加速下跌，它是因为之前就已经在不断的积累这种动能，是吧？之前我们说过，这种行为它其实一般代表的后续还有一个加速下跌。目前就是走加速的这一段，加速这一段它是否会衰竭，将是下周的关键的关注点。对于左侧同学已经到衰竭点附近啊，所以提前抄底；而对于右侧同学，我们尽可能不要在还在惯性下跌时去交易买入股票，或者说你哪怕要买，也不要仓位太重。刚好我们说了，左侧最好还是在参与反弹的仓位当中，可能占了40%就已经比较高了。那么右侧呢，占另外的60%，甚至有些同学你比较求稳的，你可以占80%都可以。只有明确的一个信号产生，我们再去做右侧抄底行为。那么这个明确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图表你所看到的另外一个点，通过飘带
你可以识别目前是一个空方趋势。空方趋势只有2种交易信号是比较可靠啊，或者说能够去做多的。它绝对不是说下跌行情当中随便的一个长下影线或者说阳线就能够做多。其中的一种就是它必须得是超跌。什么叫超跌？就是市场呢出现加速，而后远离飘带，这个时候叫做超跌。而后它的 K 线呢会出现一个信号，这也是上海趋势模板当中的一个特色。一旦出现这种白色的信号，或者说有钱袋子信号，就说明当下这根 K 线呢是关键 K 线，关键 K 线必须要关键对待。一般右侧的信号就是这根白色 K 线消失了，价格恢复正常的阴线阳线，而后有一根收盘价比它高的 K 线收盘突破，那么则是为衰竭点后的右侧买点。所以目前你会看到标普呢是一个白色 K 线，同时它是个光头阴啊，这根光头阴线呢之前这里也出现过啊，目前又出现了，所以它的高点也是关键。好，纳斯达克指数是不是也是它的高点？好，那目前道琼斯也是它的高点。那有同学说，那这个高点突破，那不就晚了吗？价格不就高了吗？对的，右侧一般你就别想要买到最低了啊，那是左侧人考虑的，也是为什么左侧冒风险，下跌时还在买，人家就想买到低一点。对于右侧来讲，你又想买的低，又想买的安全，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对于右侧的同学来讲，就是你要牺牲一部分的空间啊，去换取你的确认性，价格收阳突破了再看涨。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走了一段距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当然呢，也有可能出现下一根 K 线还是白色 K 线，然后再突破，是吧？你可能会比左侧呢买的价位也不差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在下周去好好关注啊。所以呢，您如果手中没有这一个上海趋势模板的，那么记得呢可以找助教，也同时可以装上啊这个上海趋势模板的主图指标。但是只要这个飘带还是一个黄色啊，就尽可能我们是以反弹对待每一次的做多机会啊，所以仓位呢肯定不要放太多，不要一下子就阿哲说这里是低点啊，我就满仓啊，那个可不行啊，我们依旧还是中短线甚至中长线是开始偏空来去对待。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升息周转、日内变盘点，还有3大指数日线分析。那么希望以上内容能够让你对于美股目前的一个环境上的技术分析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个股解析。当然在此之前，阿哲呢还是需要对于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再次完整的介绍一下我们的4重粉丝福利。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的，或者说之前您订阅了但是一直没有领过这4重福利的啊，您都可以找助教去领取。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那刚才所展示的那一个手机版的上海趋势模板啊，大家呢只要去安装了啊，手机上就可以看。然后第2重福利是盘前广播，那么阿哲每天写的那一个行情解析啊是文字版的，它会比阿哲视频更加提前、更加及时，并且每天会有更新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助教去每天的去领取。那么第3个福利、第4个福利都是我们的内部直播实战课程，并且是不公开的一些内容，也不会公开去分享。只有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神朋友才有资格能够去收听。那么像我们的美股期权班、美股期权课程，是阿哲团队的一位非常厉害啊，阿哲呢认为特别有实战经验的一位期权老师，也是阿哲在今年联合阳光财道呢去特别邀请的一位嘉宾吧。那么这位老师呢，他的实战经验很丰富。那么左侧的这一个图板就是呢，这位老师来到了阳光财道团队之后，那么给我们订阅粉丝同学还有财神朋友在做实战演练的时候用的一个练习账户。那么也就是最近美股跌得最厉害的时候算得上是一个地狱难度的一个开端了。但是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标普、纳指等等的都跌了4个点、5个点以上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老师的期权策略下，整体账户呢还出现了 22.24% 的涨幅。那么我们在上周也给大家去看过这一张图，当时呢是 20%， 也就是说美股加速下跌，那么这个知音账户反而还继续创新高了。所以掌握一定的期权策略，它在美股这种风险上之下呢，其实也是能够比较不错的抵抗这种风险，甚至呢能够实现资金依旧呢还是增长的。所以如果您对于美股期权感兴趣，或不管您是之前不了解，还是说想学习，亦或者有一定实战经验但是做不好的同学，都可以好好去听一下我们这位期权老师的一个分享。那么如果您是我们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可以去体验至少2节课程可以去学习。当然如果您对期权可能目前还没有接触得到，还想要把技术分析好好学一学，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第4重福利，每周都会有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专享课程。那么这是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
我们本周会讲的一个主题呢是关于高胜双交易，哪里买入容易上涨。很多同学呢在抄底买入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一个问题，要么太早，要么太晚，或者买了不知道怎么止损，怎么止盈。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在下周也会做一些相对的针对性的讲解。我们会讲一下哪些形态成功率更高，什么时间去买股票更安全，如何去过滤一些假的信号，以及怎么去做到多周期多信号共振的去交易，提高你的胜率。这是下周我们在技术分析的纬度上去进行的分享。那不管呢是技术分析的课程还是我们的期权班如果您感兴趣，在订阅阿哲后都可以找助教去进行学习，去进行一个体验。在目前视频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您点击后找到助教就可以去领取了。同时在我们评论区底下，阿哲也发了一个置顶评论，在评论当中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后也能找到助教。那么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个股解析环节。那么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呢，自从把左侧的低点开始击穿，并且产生反弹无法回到这个通道当中时，我们就明确讲到了。之前可能我们还是会讲一些抄底或者说博弈反弹的一些机会，是吧？九转的时候，酒后13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说一下这些地方会有机会。但现在包括之前这波反弹，我们就发现不太对劲了。它这个反弹每次都那么弱，一次、两次、三次的，到了关键支撑位附近还是这么弱，就可能它要做的不是一个中期底部，可能会是一个对于前期大级别上涨的更大级别一个调整所以这波下跌是一个加速下跌至少这波下跌我们不能够再去盲目的随便买进和抄底。对比一下其他个股的一个下跌，像特斯拉这种呢，也算是下跌当中比较强势的，因为它出现一个跳空缺口，而后呢每天的这种阳线都类似于光头阴线，并且实体还是在放大的，所以整体来讲这种下跌力度很强。虽然呢，如果指数下周如果如期能够见到这个衰跌点的话，同样也有股票会同时的去反弹，特斯拉也一样容易止跌反弹。但是像这种下跌如果出现缺口的股票，尽可能的不作为首选。所以我们哪怕是下跌时去找指数衰跌点去抄底买股票，也尽量的找一些相对形态还算比较好看的下跌在本次当中不算很强的。像特斯拉已经是比指数更长时间进入到下跌通道，而后它还是出现了更强势的近期的这种下跌。在恐慌抛售之后确实也容易反弹，但问题是它如果是偏弱的，那么后续反弹必然呢也是不容易走强所以我们不以此作为主要的一个抄底的一个选择，左侧呢也不太去考虑特斯拉。所以尽可能在这种环境之下等更加明确的，就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做特斯拉，就更明确一点，就左侧不要碰了，就专门去等它右侧的行情会更好。那怎么去看右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板，图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后一根 K 线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蓝色 K 线，说明它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超跌的环境。就是上海趋势图当中它有两种信号是在空方趋势之下呢也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超跌了。就空方趋势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超跌要么神级九转，要么像这种白色 K 线和蓝色 K 线都可以，它都属于超跌的一种可能空方衰跌的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趋势的反转，所以做下跌趋势，要么就做超跌、大跌、恐慌抛售之后的反弹，要么就做趋势的一个反转。好，那当下就处于我们所说的超跌，就左侧容易恐慌抛售之后出现反弹。那么这种 K 线呢，之前也出现过像这个地方也出现过，是吧？恐慌抛售市场呢出现后续的一个反弹这个地方也出现过连续下跌、连续阴线恐慌抛售之后，蓝色 K 线消失了反弹。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明白，就蓝色 K 线产生不代表直接就买。这种就太激进了，我们要等它消失，然后再考虑去找买点。如果消失之后就是一个低开高走 IRK 线，是吧？或者说你等反包也行那么你可以看一个反弹，黄色飘带价格出现了蓝色 K 线出现 IRK 线止跌那么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反包突破去买点。如果你觉得这个反包时太晚了，那么就直接定义最后的一个低点 K 线被反包也行。当然最后的低点 K 线是它所以这根反包也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就是先等它消失再找买点，目前没有消失就先不要随便去抄底左侧先不要碰，就是尽可能哪怕你要做左侧也做左侧的右侧买点，就是一根反包阳线是最基础的，对于目前特斯拉来讲，而它的缺口就是作为第一个压力，目前缺口附近的上沿和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一旦后续反弹，它的压力呢
就会集中在这里，所以空间上呢，你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个目标位，是不是？目前来看不是很多啊。假如这个地方能够再出现一个蓝 K 再反包，那么空间上才会好一些。所以你要注意，本次反弹如果要把握的话，盈亏比要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的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图啊，英伟达其实从一个大体来看，还是一个相对的震荡箱体嘛，是吧？它就是从一个震荡的上轨到目前震荡的一个下轨，但是整体来讲是开始偏空，或者说空方的比较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这种震荡的上下轨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强势的反弹的，是吧？它基本都有强势的反弹，但这一次下跌之后的反弹它是不强的啊，而后直接下跌，它走了一个下跌反弹下跌，这个反弹周快速的下跌，就走了一个震荡行情当中的下降的一个结构，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偏空的概率是不是越来越大啊？包括之前这种引线的地方，它其实也是相对提醒了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肯定不能去买股票的。当时我们在 GTC 大位之后就有讲过，这根长上影线它是避雷针还是仙人指路，看一下第二天收阴还是收阳，必须要等阳线把它反吞才能够去看涨，否则收阴线，那么你要注意了，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出货的概率会更大。好，目前就是看一下低位这一个地方它的支撑和指数的衰竭点能不能共振啊？如果可以，在这里就有机会再次反弹，但是因为前方有个下跌结构了，这个反弹大概率是无法去过这个引线区间的啊，甚至呢连这个缺口都无法过的。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一个缺口了？目前的指数下跌它是没有缺口的，而你发现有个股有缺口，那么说明什么？只要这波下跌有哪只科技股它是出现了缺口下跌而后没有被回补的，那么就说明它目前的下跌呢，在短线上是比指数要强的，那么后续反弹就不容易比指数强，就容易走相对的偏弱势股。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看一下，指数最近3天的下跌是没有缺口的，而特斯拉和英伟达都是有缺口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模板，前期的震荡下沿它都出现了蓝色 K 线，目前是没有所以最好呢，如果可以可以等一下是否有蓝 K 的产生。像曾经这里下跌反弹是吧？因为是黄色飘带又有长上影线，所以这种风险就比较明显，我们就基本上呢，不要去被这种坑被这种很明显的诱多被欺骗了，哪怕有时候可能你不小心买高了，第二天收阴线破飘带这种附近一旦是反弹到飘带，有收明显的阴线下跌顶分型，都是要小心的。好，目前是破底之后还是前方低点做支撑，但是一旦上涨，我们就知道空间了，一个是缺口，一个是飘带。在后续的下跌还是说反弹当中，飘带肯定是会顺势下移因为空方的趋势往下递增的力量所以它的一个压力肯定会越来越靠近不会一直保持那么远。目前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下沿现在是多少？ 181.545， 还有缺口的下沿是 180.33一旦后续有反弹，基本这附近就是第一个重压区。如果没反弹，没有蓝 K直接跌穿前方的这个支撑区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就可能还有加速空间了，那么就有可能要去破左边这个低点，所以这个地方要撑得住才有机会看一个反弹，撑不住往下破，那么就得看前面这个低点附近的支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比特币。最近呢，我们加入了比特币的一个分析因为有挺多同学还是比较关注币圈的，所以阿哲也尽量的去讲一讲分析一下。好，那么像比特币的周线我们再去讲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比特币的周线上其实有一个密集的成交区，是高点和一些震荡的区间，它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了一个相对中期调整之后是不是产生了破位止跌有点破底翻单翻不起来，所以当下这里是有个支撑，但是反弹其实是不强的，因为它一直保持一个下跌之后的停顿，是一个运线。如果这个支撑真的有用，它的上涨应该是快速的破运线，选择2次回踩启动，但它在遇到这个支撑之后，它选择是什么呢？连续的震荡在运线之内，所以运线高点将是一个强压力，运线低点呢是一个弱支撑。目前这个区间只是暂时的一个支撑，这是阿哲对于比特币周线的一个观点，也算是长周期的观点，所以要特别小心它的上涨，我们最好是先做短线为主，除非有那么一次能够破掉这一个运线的上沿，并且它能够站得住才行所以当下还是对于比特币的趋势也不算很看好吧。我们再看到它的日线上，就短周期最近的这个高点
它其实是比较容易避过的啊，因为它刚好是1到9，我们当时说过这里是个9转 K 线，而后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变盘高点啊？我们所说的3月18号啊，是吧？变盘高点18还是17啊？差不多就这2个时间。然后下一个变盘点，在短线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3月28号啊，就是下一个变盘点。所以这里是变盘高点的话，那么下一个变盘点如果是调整的，大概率啊，我们说这里应该是一个见低点的行情。所以在那附近如果出现一些底分型啊，或者说买入的一些信号，那么我们是可以在那里做比特币一些短线的买进、短线的看涨啊。当然，如果它是下跌后又上涨反弹到3月28，那小心了，可能是一个2个高点啊，2个变盘点都是高点啊，就有可能是这么走啊。所以可以关注下一个变盘点3月28号，如果那个地方是高点，那么将是一个做空点；如果是低点，那么将可以去做多。这是对于比特币啊，简单的做一个长周期和短周期的一个分析。目前它的行情如果是做多的话，还是以短线为主。空方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周线的这个趋势什么时候被破啊？破完之后反抽不过是空单。如果在这个地方你去做空的话，就尽可能做震荡啊，不要呢去直接做趋势。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上海趋势模板，而在 Core 位的行情走势当中，我们这一波反弹其实是能够把握得到的。为什么啊？因为前期我们其实也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下影线，就长下影线，又是个蓝 K， 而后又是个反包，是吧？它是一个底分型。所以这种地方它的一个反弹，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只是可能仓位你不要放太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缺口下的超跌反弹，而后目标就是飘带啊，所以到了飘带收黄 K 收阴线，就是一笔反弹的获利了结点。就如果是空方趋势下你要做多，而不是做空，那你要知道你是个逆势单，逆势单的特点就有2个要控制，一个是仓位不要重仓，另外一个就是盈亏比，你肯定不能看远，它不像你做趋势单。你做顺势单的话，你的空间可能就可以把止损设定，而后可能利润奔跑，是吧？我们之前所说的。但是逆势单就说明你本来就逆的整体趋势，上方一过可能就是一个压力，这个时候你就是盈亏比不要看太远啊，我们就用有限的止损啊，而后去博弈啊一部分反弹的利润就行了。那有同学可能会讲，那有些地方可能它就直接是一个上涨反转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回调的顺势单嘛。是吧？所以做趋势行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用看得太过于着急。当你发现啊市场有抄底机会时，那就看一个反弹啊，二次回踩不破底，或者说破底失败、破底翻啊，我们再去说找一个上涨之后转势的回调买点，是吧？也都是可以，绝对是来得及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目前就是获利兑现，等待二次看它回踩，目前这里有个缺口支撑。回踩不破，目前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它在很多个股调整当中是比较强的，因为这种行情下跌它都没有去补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如果最近行情你的股票还有向上跳空缺口，那就特别的厉害了。好，那么这个动作就有可能它是要干嘛？它要去试探去回补上方这个缺口，是吧？所以这里当下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包阳线，是吧？能够站到飘带之上啊，像 MD 那种的啊，我们其实就可以继续往上看再一波的一个上涨空间了，只是目前还没有，而指数的环境呢也一般般啊，所以这个还要再等等。空方的一个压力飘带，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数值，游龙线和伏5线就是飘带的2个数值，80.521和83.935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下一只个股再看到谷歌。谷歌就也是黄色飘带嘛，是吧？空方趋势下，我们就不要随便的去做多，或者说做多的仓位要控制，它有可能要往这个龙门线去走。当前就是黄色飘带啊，不断的一个延续。那每次达到黄色飘带，就是你超跌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是吧？下来黄色飘带收阴线，小心啊！所以当下呢，就是还是一个黄色飘带上压力的顺势下沿啊，只是它还算是比较砍跌的啊，所以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走出回踩不破。啊，因为它这里有个长阳线，有个支撑点。如果二次回踩不破，有任何的反包阳线，其实可以做一个在指数超跌左侧即将反弹的地方，有可能反弹的地方，是吧？如果它能够是一个砍跌而后反包，那么可以做一波市场可能会走出指示带的一个趋势啊。当然，这个地方一定要结合2个方面，一就是指数确实啊没有跌破那个倒型反转缺口，而后有一些止跌 K 线产生。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它确实也要有买点反包阳线，是吧？最好产生
而后再去做交易啊，两者呢尽可能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甲骨文啊，它呢是在踩到飘带后出现一个反包阳线，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我们是可以作为买点的，但这个买点就是相对激进一点嘛啊，因为指数环境它不算是特别的乐观，它相对左侧是一个机会，右侧不算一个大机会，右侧还要看。所以这个买点在指数环境下，虽然它是个股的右侧，但在指数是左侧，所以这个地方买点你必然要考虑环境，所以仓位不能重，而后反手位设到它的低点，收阴破则先跑，所以这个地方作为甲骨文的一个交易点是可以的，然后止损设置在这里，当然仓位不要重，因为你在做指数的逆势。那么整体来讲，目前这里呢就看一下它的紫色飘带是否被那么这里呢就看一下紫色飘带是否被跌破啊，从周线来看。当下就还是一个周线的运线，是吧？我们是不太想在一个支撑位上看到一个运线保持太久的啊，就说明它跟比特币那种有点像，有支撑是有支撑，但是支撑上的一个多方反馈不强，所以就只能说小仓位可以试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就是148.89。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 呢，它出现了一个缺口啊，我们这也要注意了，缺口场上的股票尽可能接下来就要小心。啊，最好能够等它补掉再去考虑啊。像之前这种缺口一出现，快速补掉这种就比较好，就说明多方还是有机会的。而像这个缺口目前是没有补掉，然后指数目前是不是没有缺口，而它有缺口啊，这个呢就不太好。所以当下要等缺口被回补阳线啊会更好一点。这根假阳线要找买点的话，就仿包把缺口吃掉啊，那么可以作为买点。飘带的支撑下沿目前是134.971。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它没有给到我们买进的一个机会。之前我们说过，当前左侧的一个交易区间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一根阳线和缺口附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缺口啊，所以当时这里有出现一个类似倒行缺口的区域啊，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作为我们在做它的中期左侧埋伏时要去关注的区域。如果这个区域跌破了，收不回来的话，我们其实接下来就要往这个区域去找左侧的埋伏点了。就这两个区域只要没有被有效跌破啊，后续我们依旧还是以看多为主。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做空微软的，在这里就应该考虑空方的获利兑现了，是吧？它的黄色飘带保持很久了，而后在这个黄色飘带保持过程当中，一次翻紫色的都少见，都没有吧，是吧？有那么一次都不太正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长时间下跌之后面临的中期反弹啊，因为它离龙门线也比较远了。只是这种地方呢，就是你看你要做左还是做右，左侧的话就看这两个区间，找这两个区间内的蓝 K 仿包啊，如果右侧呢就等飘带确实站稳了再去找。好，所以当下就是第一个区间被跌破，所以看一下这个破位是否有效，目前不算很有效，因为它的影线刺破了，但收盘价没有特别的过而后它是蓝 K， 所以下周如果能出现收盘价仿包蓝 K 消失它可以作为左侧的第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是微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博通的话就比较弱它呢有点像特斯拉那样子，可能走的是之前的一个下跌中继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面临的是后续还有可能要下跌因为它只要反弹无法过这个飘带和龙门线，那么它这个地方其实慢慢的就是空方在走强，而多方是从一开始强势，目前走弱势。就这种地方转多的话，一定要明确过了飘带和龙门线站稳，我们再去做右侧的多头。这种结构呢，做左侧就不太好，就因为它属于该跌还没跌你也不知道它这里究竟是想走中期的底部，还是一个下跌的中继但如果是中期底部的话，它这里太复杂了，这种太复杂了，在某个支撑位一直的去震荡，就有点要破支撑的这种感觉，它在消化这个支撑。好，所以当下就还是不作为太好的一个做多的选择虽然有蓝 K但是反包之后你最多看空间就是龙门线，目前龙门线的空间我们看到多少呢？看到335.388。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它其实也是在龙门线附近反复震荡的比较多，但好的是呢，它这里有连续的多根长阳线产生，而后最近其实也是在往上运行的，是吧？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弧形底的这种感觉。指数呢，它走势最近还比较弱，它反而没有被影响，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地方有一些资金在拖着或者说有些资金呢在流进
啊，我们说 K 线反映资金的一个动作，实体反映资金的一个动能。好，所以现在是很明显有一些资金的动能还是比较强的，有不断的这种阳线产生啊，是吧？多方炮等等的。好，在周四的时候又出现了，周四市场下跌，它又出现了。那么周五呢，市场大跌，它还是扛住了，没有负阴线，只是冲高回落。啊，所以当下我们可以以前面188.22作为一个防守位，而后看一波趋势的紫色飘带的可能产生啊，就相对偏左侧可以去布局，右侧其实也行，但右侧的话可能就是这一根3月19号才出现买点啊，而后买了之后就以此作为防守，在这附近再看一下后续转纸带啊，再去做加仓点啊，这是 AMD 所出现的可能的机会。周线上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蓝 K 消失，只是没有反包。啊，所以这个地方蓝 K 已经消失啊，所以往上看周线的飘带是212.062作为一个压力位，那个压力位啊，差不多也就是在上方这个缺口附近啊，所以有一定的反弹空间，还可以。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就一眼过去就有点弱的没边了啊，它就是有点下跌中继的这种感觉啊，飘带往下啊，但是不转指，然后走震荡。啊，而后你会发现它左侧其实离左边这个高点是吧，它还有一定的距离啊，然后这一个地方是连续顺势的上涨，所以它的支撑会比较弱一点。当时这里是一个快速的拉升，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没有太多支撑的啊，我们要找的是左高或者说一些密集支撑区啊，它离它呢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如果这往下落，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跌的啊，所以目前这种格局下做多就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吧。从周线来看啊，你会发现周线的衰竭点呢，就是由九转产生而后产生震荡嘛。就为什么最近震荡啊？因为衰竭了，但衰竭点不代表就一定会涨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反向的一个 K 线，但目前就是每次都是长上影线，这种就不太好啊。而后最近又有一个再次的回落的2根阴线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止跌比较弱，最好还是以右侧出现明确的转势之后再去看吧啊。所以目前还是顺势看下跌。而我们再看到 APP 啊 ，APP 的话，它有一个交易模型，就如果你要做九转，你可以找这种九转，就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上涨出现九转，好，而且这个还是连阳，是吧？很强势啊。当时这一波 APP 我们是说过，这个结构下的回调是可以去做的。好，价格走势又出现回调，回调这里又是九转，当然这里如果没有九转会更好，那它既然走到九转，那就九转吧。好，九转下跌。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蓝 K 的仿包阳，所以在周五的时候，这根 K 线可以尝试性的去买进啊。当然，因为指数环境的原因，可以先买少一点，是吧？我们先尝试性的去买进啊。当然因为结构比较好，所以买多一点也行，比其他个股买多一点也行。然后我们的防守位是哪呢？防守位可以放在九转的止损线400.82，收盘被跌破，这作为止损。激进一点的，你可以把它放到之前1号 K 线的这个低点作为防守线，因为这个结构一旦产生，说明整体市场容易往上推进目标位呢放到9号 K 线的高点甚至呢是546.72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有一个交易机会。防守位呢是不是比较可观？它的盈亏比还可以，就是我可以承受的风险就是1号的低点到400.82这是我的一个支撑区。那么我如果是9的收盘价买进，那是不是这就是我的风险点？然后往上看，是不是看到龙门线附近包括546.72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的一份风险，大概呢是不是有3份收益？是吧？在一个逆势行情当中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这是可以去博弈，就是你只要发现盈亏比合适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去做。从周线来看，它是不是一个周线出现强势的上涨？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很多股票，比如说 HOD 比如说微软就它可能周线确实有止跌，但是没有像 APP 这么强吧，就直接有反包阳线产生，收盘价呢比上周高，是吧？而后出现一个2次回调，不创左低，是吧？那么在小级别日线出现买点，我是不是可以把握，或者说去博弈它是一波回调之后的2次启动？毕竟它2周回调都没有破当周的一根上涨所以这是我们对 APP 目前的一个看法。所以 APP 可以看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交易计划可以去制定，当然最好结合指数，确实是左侧衰竭止跌会更好。所以大家在观察个股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趋势最好有一波明显的上涨，把你的前方下跌的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这个时候的回调它容易产生一些机会，如果买点合适是可以做交易去买入的。
有时候市场可能会影响到，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交易点位呢，阿哲认为至少盈亏比没有问题，胜率的话就有一定情况可能会受市场的环境而波动所以如果您手中目前还没有上海趋势图的话您还看不懂手中股票是什么趋势的话，可以在视频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之后找助教，赶快安装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趋势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氛围，有没有产生趋势的转变，有没有在指示带出现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半导体商被做多这个股票也是九转之后产生的一个反弹，但是因为它前面跌得太快了所以这个反弹它是不是针对黄色带的反弹？好，它这里针对黄色带反弹之后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阴线，虽然它是个晕线但是不是已经收跌了所以这种状态下呢，就还是要小心它的进一步的下探晕线出现时，说明这个上涨是不是也是出现了滞涨所以当前它的结构不太好，它的震荡范围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会不会是一个二次回踩的一个机会所以这附近要有买点才行，最好的稳定一点的买点是晕线上破当下如果没有保持震荡的话，就不要太过于着急。周线上就还没有问题，因为周线趋势是 OK 的，只是周线它一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止跌有效，就最好还是能够上涨到飘带回踩出现这种周 K 比上周高会好一点，就上涨回调然后周线周 K 比上周高会更好股价呢上涨回调到飘带有这种支撑的引线，然后能被突破会更好。所以价格目前回调是回调了，但是它的周 K 线一直是不是没有表现得很强？目前是一个下跌之后走了周 K 也是晕线所以整体偏震荡，就是它的方向还不是很明显，但是还算是比较抗跌所以可以关注，但是买点还没有。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的话就保持紫色带所以这个位置呢就属于转势了，因为这一波上涨它是不是把这个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只是目前还没有碰飘带，所以只要有一次回落踩龙门线还有这个飘带，那么有支撑找反包阳线就可以作为再次的买点，当然有蓝 K 就更好。这个飘带和龙门线目前是叠加在一起，所以这里将是个强支撑区，我们这个价位在 110.428 和 115.2859这里将是一个强支撑，回踩如果有价格反馈有反包阳出现，将是二次的买点。而后我们再看到 Meta 就是空方趋势下的一个加速，价格走了一个很标准的下跌反弹下跌是吧？这个下跌针对之前的这波下跌反弹是一个弱势反弹，走了是个震荡差不多是跟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空方趋势下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序列，也把左边给跌破了，实体是跌破是吧？周线上就是也同样的是反弹之后的下跌，不过目前周线来到了蓝 K， 然后日线呢也是蓝 K，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有超跌反弹的一个需要，只是它是不是也有连续的跳空还有缺口而且它的缺口呢是有2个所以这种就是空方下很强的一种动作，也可以看反弹但这种反弹呢就是真正的是跌得太厉害了所产生的反弹，然后左边呢也有这个支撑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虽然是跌得比较厉害，但是反弹的力量有可能因为跌得厉害而产生不错的一个行情所以 Meta 也可以看一下，最好等消失反包。我们看到下只股票 OKO 就是持续下跌这种就很难去看出机会了，因为它没有蓝 K， 九转也不满足，飘带呢也还很稳定下跌呢也不是说超跌所以这种就只能说看一下有没有给反包有反包的话，只能说借着市场的一个机会去看反弹但是空方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它的临近压力 60.064。 下只个股 PLTR 跟 APP 是能够有一比但是它的模型呢是没有上涨9和下跌9，它是走了一个震荡横盘震荡所以也还可以，但是它一直不启动所以我们是要做的是上涨后的正仓而后启动的行为，这个地方还缺那么一根阳线，但是以 PLTR 的一个股性来讲，有可能不会给太好的买点，就要么不启动它启动的话有可能是要追的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你除非是专门做 PLTR 的，不然其他同学你做它的话有可能买不到太好的买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是不是有点像跟 PLTR 也是一波上涨之后黄色 K 线的震荡震仓行为，只是呢它确实有出现了一个反包这个是运线突破的买入。好，所以当下呢就是在运线之内突破了但问题是回落了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买进
算是第一笔买进吧，因为市场环境原因最好不要买太多啊，而且当时这里呢也是比特币的一个变盘高点，好，价格回落之后在这里没有跌破啊，又来一个运线，所以如果这个运线再次突破啊，可以作为再次的一个加仓点啊，目前飘在上回调，并且是相对的震荡的这种个股，这种我们可以去看啊，它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比 MSTR 阿哲认为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有2个跳空缺口啊，所以这里是比较强势的多头。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美光科技啊，美光科技的话就是一波强势上涨，超买之后的正常回落，目前回踩到紫色飘带，所以等紫色飘带附近是否有产生一个机会啊？当然这种前期超买之后的个股，它有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需要或者补跌的需要，它直接就把这个缺口直接给实体阴线跌破了啊，有飘带支撑，缺口这里目前是由支撑转为压力啊，可能会发生震荡。我们看一下飘带的一个下沿，它的下沿目前是在 409.325 啊，这个地方飘带作为支撑，不破飘带之前有任何的止跌买点啊，可以作为2次的回踩买入。当然这个买点最好能够更加精细一点，就是要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吃透啊，低开高走吃透一半的阳线，或者说直接就是反包阳线啊都可以。但如果维持震荡或者运线或者小阴小阳这种，就看它什么时候震荡结束。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啊，亚马逊的话就继续破位吧，它没有去有效的撑住，之前这里虽然出现了仿包啊，但是反弹不过高，而后又收一个阴线，目前破了飘带，跌破第一根，跌破第2根啊，一般呢这个地方不能再破，再破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飘带啊，应该就是一个反弹高点的形成，飘带一般被跌破1-2天之内一定要有多头收回来，那才有机会，如果无法收回来，那我们就确定下跌啊，破位有效了啊，所以一般飘带破位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砸盘的机会，像跌破的第1根、第2根啊，第1根、第2根啊，当然有些时候消息面没办法啊，跌破第1根、第2根就暴跌了，这种就不用看了。跌破第1根之后，第2根暴跌，这种情况下再出现买点啊，你要等仿包阳线才行，不要直接去抄底啊，就出现1根、2根要仿包，1根、2根仿包会比较好。啊，所以当下出现了破位啊，1根、2根这个仿包之后啊，买入它的利润比较少，又跌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破了一次再上来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啊，所以这种就相对走震荡啊，不是很强，它的上跳缺口也被补掉了。以上就是3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帮助到您，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